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聊中国成熟制程国家队崛起，力积电陷入死亡交叉，台湾半导体有办法对应红潮吗？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欢迎宏达。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对，最近我们盘点了中国半导体的竞争实力，一盘不得了哈，就觉得说，原来世界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说，在美中科技贸易战的制裁下面，中国必须要积极的求生存嘛哈。那所以他们也积极的发展。过去大家我们会看到有大基金第一期、第二期，到今年5月份推出了第3期，其实金额都蛮惊人的。其实这10年下来，看起来也有些成果了。那我们先想请这个宏达帮我们分享一下说，中国近年来请全力扶持半导体产业，现在到底最新的进度是怎么样？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要来抽奖咯。活动期间只要订阅财讯频道并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就有机会获得一箱50周年的纪念乖乖，要让大家股市乖乖，获利也乖乖。我们提供会员20份，非会员10份的奖品，偷偷告诉大家，会员中奖几率真的很高。现在就加入频道会员，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抽奖结果将于12月25日公布，说不定幸运得主就是你哦。其实就是说，中国政策开始有一些成果了。第一个就是我们采访了那个台经院，那估计目前大概中国的半导体的自给率可以到18到22。另外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记忆体在车用这边的自给率在提高，像中国的工信部他们的新的政策就是希望车用的晶片的自给率从不到1成要提高到2成。其实他们也透过政策的引导资金的方向，填很多原来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空白，比如说矽晶圆开始出现大型的公司，这个记忆体的空白也填上了。那过去 PCB 移到泰国，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自制 ABF 载板的能力，那目前已经有好几家，从这个晶圆代工、记忆体到载板材料，其实它的空白区正在填上。所以看起来中国就是很努力的把产业壮大跟完整啦。除了讲说晶圆的自给率 ，PCB 产业2024年中国会超过台湾。就是全球市场的份额，在目前台湾成熟制程市占率是全球第1，但是到27年，台湾跟中国会互换，台湾会略小于中国。对，更不用讲，其实封测产业其实是在2024年的时候也首度台湾是低于5成了啦，这也是过去比较少见的情况，因为过去台湾封测一向全球市占是超过5成的啦。这些数字都可以看到说整个市场此消彼长的情况。那我们想请宏达再帮我们细一步来谈说，那我们观察这些现象要有一些数字来做佐证嘛。其实宏达盘点了3个数字，我觉得非常有趣，大家可以来谈一下。第一个是谈到说成熟制程的全球市占率的情况。其实现在台湾市占率是43%，那中国34%。那到2027年的话，中国的市占率会到47%，这边是成熟制程的产能。那台湾大概是36%。那目前中国是这个全球晶圆厂增加最快的地区，全球在建的28奈米的这个产能，其实2/3是在中国。看起来蛮可怕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是两岸半导体的金额，我觉得这个数字也蛮值得观察的。这个是需要被解读一下，就是说我们半导体对外的贸易大概输出的话，大概6成左右是输往中国。今年的话，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大概是降到52%，而且是从2020年之后大概陆续往下降。第一个有可能就是受到美国的影响，因为制裁发生的时候，它可能会分散地方去采购。跟各位讲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各位知道这个新加坡现在是 NVIDIA 第3大客户因为呢我不能够直接买，是中国不能直接跟美国买，不能跟台湾买，新加坡替你买这个就是为什么。所以这个比例下降不代表整体真的下降，它分散了。可是由于中国大力推动晶片的国产化，所以我们采访这个时候，中经院的研究员也同意，就是说其实接下来台湾往这个中国的晶片的贸易量占我们的比例是会下降，会陆续下滑。现在看起来占比最高的时候，那时候是在2020年到61.3%，但金额最高的时候是在2022年，是1068亿美金啦哈。那第3个数字呢？第3个就是中国的晶片的自给率，我们刚刚讲到它大概是18到22嘛。其实这里面要看一下类别了哈，因为中国现在就是缺先进制程，所以成熟制程它要把它用好用满嘛。消耗晶圆面积越大的，自己越用得上的，那优先开发。比如说
感光元件。我们知道如果全片幅的话跟底片差不多大嘛，那另外像面板的驱动 IC 它的量也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就是电源供应 IC， 像这个面板的驱动 IC 或者是车的驱动 IC， 它需要非常大的数量，所以我们在整理表格的时候看到中国几乎相关的投资案、合资案、新建的厂都会提到这几个关键字。过去这2年其实是一个景气循环，就是在前2年的低点之后，今年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是相对好的，可是两岸的产业区很多地方都出现表现是不一样的状况。比如说在记忆体厂的部分，在台湾其实记忆体模组厂平安大股东是这个 Kingston， 那 Kingston 也是他的客户，可是今年底呢，平安就宣布说因为大客户撤单，所以呢大规模裁员。过去我们如果讲全球化，那你惨的时候别人也惨，现在不是这样。中国的记忆体模组厂他们第3季的表现对照去年的同期其实都是大幅的成长。打听一下，它原因很多是因为国产化。我们刚刚讲到手机，其实中国的媒体自己估计他们一只手机现在目前使用国产化晶片的比例是70%。我们采访过程也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你过去如果入场的话，他可能会要求你说你要卖到中国去的晶片，请你就到中国的方局去下单。这个还有第3个证据，就是今年第3季中芯的法说会，赵海军他就讲，今年的这个生意不错，是因为其实很多外商呢被要求要 in China， 就是 for China made in China， 那你就要把单移到中国的晶圆厂来，所以呢才会有这个订单的移动。你会看到同一个时期，晶和集成说它第3季的产能利用率是110%，同时跟它非常类似的这个力积电可能是70或75%。这个精彩的故事待会我们要来仔细的分享。不过我觉得宏达其实这次在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个非常有趣而且生动的形容，他就说中国厂商在出口电子产品的时候就像俄罗斯娃娃，打开 Made in China， 每一层都是 Made in China 那所以代表是他们是一条龙在做这件事情。大基金从第1期推出到现在将近10年吧，其实它真的是累积出一个巨大的产能。大家都会好奇说，这么大的产能真的有效吗？真的不会造成反效果吗？其实现在你已经看得到这个东西的效果了，就是说这个记忆体过去都只有3家垄断，你中国有能力打破嘛？在中国透过这个取得以前 Keymonda 的 IP， 他自己发展，目前已经看到它 DDR4 已经是做出来。那其实 DDR4 是手机量最大、最多、最常使用的，它正在消耗大量的晶圆，很多的部分都开始把它填上了。我们刚刚讲，你说这个像俄罗斯娃娃。第一个面板，中国是有高市占率的，对，中国市占率超过大概在50%左右，它就开始往下一条龙发展。我会做了面板，面板的驱动 IC 是不是它可以把它统合在里面？那同时它面板它还在往 OLED 甚至软性的 OLED 发展，那这后面都对应的有相对的这些驱动 IC， 目前很多都是我们台厂成熟制程里面相当重要的一块，可是中国已经态度表明得很清楚了。那车子有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价格的优势之后呢，它开始扩张市占率，同时也在大力发展它后面的半导体，因为它现在很清楚了，你光有汽车没有半导体，那你这个只是好看不中用。没错没错，就是包括汽车包括手机都是它非常重要的电子产品出海口，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头羊啦，所以它背后带出的一大堆的供应链其实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对台厂也会相对产生一些威胁。那其实这次宏达盘点了整个中国，透过各种的策略联盟跟相互投资，中国半导体厂商看起来是整合的方式成为一个大的半导体公司。其实这很有趣啊，所以呢，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合肥的晶和集成，我们刚刚讲他要设计感光元件嘛，他就投资了一个中国的感光元件 IC 设计公司。过去 IC 设计公司都是捧着钱去求晶圆厂，现在呢，晶和集成不但是给钱，产能帮忙。那今年就顺利的把这个55奈米 CMOS sensor 开发出来了。那所以我去看这个中国网友的讨论的时候，他们常常都在看，这个上市公司怎么没事去投一家要破产的 IC 设计公司？你现在看什么 FPGA 公司什么，看他做的项目好像很炫，你去看他的营收的时候跟市值那是2回事。因为做这些都是相当有难度的，所以你短期内你说你要赚多少钱，那都蛮难。但是在这个国家政策的安排之下，以后他要自己做的 IC 培养，对，我只要花一点点钱，未来我就可以有全国产化的 IC。所以我们整理了一个表，把它的连结找出来。而且呢，它成为了一个虚拟的族群。比如说，过去在矽晶圆这边，其实中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公司。那现在我们整理看到有一个叫互硅产业，那它就开始串联起来，它投资了特化的气体。矽晶圆的检测，
它等于有点像，感觉布局跟我们的中美金很像一样，对，它快速在复制这个系统，用这种方式来壮大声量。那我也很好奇，想谈中芯，因为其实最近中芯半导体的动作也很多啊。那它最新动态是什么？中芯扩产非常快，就是说过去2年中芯的产能扩张多少，你知道吗？它现在80万片。对，过去2年就扩了10万片。它其实在这个车用电子的部分，它就把它 spin off 出去。有一家新联集成专门做电源 IC 跟这个 BCD 微机电spin off 出去之后，根据大陆的资料，目前它是这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车用晶片公司。其实台湾一直都说，我们在这个成熟制程就做很多特殊制程嘛。对，其实中芯现在也把它某一些部分，它切割出来做特殊的，比如说天线或者是这个 MEMS 感应器这些特殊制程呢，就做了一个中芯集成宁波来负责做这个部分。所以它看起来它就是多元发展、上下游整合。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要提高自给率，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他们也是认真在做。那对台厂来说的排挤效益，我们该怎么看呢？我认为其实就是2个系统的正式出现，但对台厂来讲，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模糊空间了。台厂在过去9年里面，在中国这个填空白还没填完之前，台厂是两边都可以做生意。对。那现在的状况就是，美国呢可能会希望你不要卖，中国呢可能也不一定想要跟你买，它优先跟自己买。那这样我们会被夹击吗？但是我们也被归在中国之外的这一边，所以就是选边。同时，美商其实也在建立非红供应链。它从中国撤出来的时候，台湾还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个选项。所以我们就是选了其中的一边。是，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忽视中国的急起直追啦。那我觉得这次宏达在文章里面，除了这个把中国的动向盘点得非常清楚之外，我觉得有非常明显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力积电应该是力晶集团。力晶集团下面有2家公司，在台湾叫做力积电，在中国叫做晶合集成这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这个2家公司做的东西类似，它在两岸的发展现在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对，其实我们这个故事的源头就是我去研读了这2个公司的状况之后，发现怎么这么不一样其实力晶后来改名叫做力晶创新投控，力晶其实成立了很久，他后来把两岸重新做分工，在中国跟合肥市政府合资成立的叫做晶合集成，它的这个资本额大概是20亿人民币，大概台币100亿上下。在台湾这个部分其实叫做力积电，就是原来有8寸厂新盖的12寸厂，它的资本额大概是415亿台币，它规模是比较大。既然是同一个母公司投资的，其实他们所用的技术非常相近的，可能几年前他们还是试产这个50奈米上下的这个东西，可是呢他们的发展呢出现了很不一样的交叉。因为2020年的时候，我们如果看你会觉得就是力积电比较好，为什么？那一年力积电的净利是38亿台币，这个晶合集成呢是亏57亿，可是今年呢就颠倒了2024年的时候呢是力积电亏52亿但是晶合集成赚13亿。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合肥其实全世界2成的面板在合肥制造，所以呢在今年初的时候其实有个很特别的新闻，力积电做媒体交流会的时候，其实他的董事长黄崇仁曾经就说24年是力积电的转型元年为了要避免这个跟中国在面板驱动 IC 上面去做竞争就同一天马上力积电发重讯说我们没有要放弃那但是你就会感觉得出来，这个在面板的驱动 IC 上面的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为面板驱动 IC 它不需要3奈米、5奈米，而且它的量很大，所以这个是成熟制程的晶圆厂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但是中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利用它上下游的关系布局这个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现在28奈米通过了这个认证。那我们就知道，其实28、22奈米 OLED driver 其实对联电来讲是很重要的产品。那现在摆明了就是这个晶合集成呢，非常有兴趣要做这个。是所以对联电会不会是个挑战？因为最近联电股价也蛮辛苦的。我们采访分析师他们认为是说，其实联电的技术层次仍然高于现在这个竞争者，还是高蛮多。但是各位如果去看晶合集成今年所发的这些讯息，就知道它现在进步速度相当快。
企图心很强，但对于黄崇仁本人来说，他同时押宝两边的市场，看起来市场的表现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对于力积电的股东来说，或者对于力积电的经营层来说，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就是认为就是要转型啦。我们采访一位力积的主管，我们问他说：“那人家现在28奈米 Driver IC 跑在前面，那个 CMOS sensor 做的一直在追你们。你去看那个力积电的官网，它的逻辑制程大概是在40左右，现在人家要发展28嘛，他就说我们现在重点不是在那里，调整了，往那个。” AI 还有先进制程靠拢是他们现在转型的一个方法。第一个逻辑就是说，美国现在有非红供应链嘛，从中国要撤出来的美商的产品，他希望去接。他说现在已经接到了，那只是说有一些呢，它可能量可能是这个1000片。他希望未来只是1万片，因为今年力积电才宣布他的这个铜锣厂这个落成了哦，那他怎么办呢？一个新厂那么多的折旧阿摊体。对，他就说2个关键字 ：Silicon Interposer 跟那个 Wafer on Wafer。他强调，他说我们不是做这个 HBM 哦，力积电有很多8寸厂，2年前有8寸厂的人很开心，现在有8寸厂的人头都很痛。那8寸产能怎么办呢？他就做出来的 IC 或记忆体呢，去跟它的逻辑去叠在一起。IC 现在已经变成是像积木一样了 ，chiplet。是，所以他就说，我这样做出来之后呢，可以去跟人家的先进制程叠在一起，做它的零组件。简单来讲，就因为中国还没办法做这个 AI 的先进制程，给了力积电一个卡位的空间。那 Silicon Interposer 基本上就是像你坐在先进封装里面的小型的电路板。它的那个电路的这个细致的程度要求非常高，所以让半导体制程来做。所以成熟制程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做单独的元件，但是拿来做整个电路板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这个就是力积电它的答案，它要往 AI 先进封装跟非红供应链去转移。了解啦，现在几乎台厂要求生存都要往升级的方向去才有办法突围啦。黄崇仁押宝两边，本是同根生啊。台湾的力积电现在反而要另外另谋出路的感觉哈，这个是一个蛮好的 lesson 啊，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好好思考一下这件事情。那我最后蛮想请教这个宏达，因为大家会担心说中国不断的往前追赶，现在是追到成熟制程这个部分，然后比较大宗型的产品，慢慢的它会追上先进吗？我们应该怎么评估呢？我想竞争是非常实际的啦，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做得出来才是硬道理。我们看现在的逻辑就是讲说，你一定要有曝光机，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做。中国有它的方法，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用 AI Edge， 我可能现在不能做出来像你这样 GPU 做一个 data center 的竞争，那我就用我的成熟制程在每个地方都至少都要先做一些 AI 的功能。所以你看中国移动现在很忙，它就每个路口它都要布一些跟 AI 有关的东西，去为它的自驾车去做一些准备。那第二个就是说，透过系统跟软体的改变，其实它还是可以有一些表现的空间。比如说，他们现在开始在做这个 ABF 载板，在做这个玻璃基板，做这个先进封装，做 chiplet。他现在手上有的都是成熟制程嘛，加这些做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只要能够让运算加速，什么方法都可以。可能成本问题吧。当然，因为成本最便宜的还是用曝光机这样。但是如果我只需要计算某一种题目，我何必要弄一个这么昂贵的解决方案？我只要弄一个简单的晶片，专门算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把晶片虽然是成熟制成的晶片，但把它叠在一起，让它中间算快一点，我仍然可以加速。了解，所以用他们的方法自己突围啦。当然，最终还是他也要设计他的设备。对啊，所以以后会不会真的是2套系统？因为他们会自己发展出一个适合他们自己就可以不断前进的这个架构嘛。所以台积电很重要了所以台积电就要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是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真的。因为中国现在其实这所有的制裁这边这个效果就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会变慢，把你放慢的作用就是希望说，那你至少自己要竞争要跑快一点。2个系统两边这件事情正式出来之后，想要活下来呢，就要跑快一点。真的，还是回到 NVIDIA 黄仁勋那句话，要生存就是要跑得快啦。还再就是说，这个市场竞争是非常现实的，血淋淋的竞争哈。其实最近非常多的 CEO 这个退休潮哈，也告诉我们说整个大环境没有穿鞋的就退休了。对啊，大环境真的很辛苦啦，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这个严阵以待。对投资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多加的观察，随时掌握最新的动向的这个部分。宏达是专家，在半导体领域的最新动态，我们会请宏达随时跟我们提供。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17集
解构川普2.0，一次看懂2025年投资报告书里面的留言。那请宏达帮我念一下。这个财团 How10 说，马斯克 all in 支持川普选总统，已经完全得罪了民主党。民主党如果下一次当政，一定饶不了马斯克，所以马斯克必须全力辅佐川普执政。说他很快会离开是鬼扯。好，这是我们这个采访所得啦哈。专家的看法是说，马斯克有可能会跟川普，就因为都是强者嘛哈，所以有可能会意见不合而离开。不过这种事情就是动态的在发展中，我们也不晓得到底会怎么样。不过你要问川普要不要他在一起待着，对啊，这比较重要。对啊，对啊。财团的许中电先生赞助了30元，谢谢。对，他跟我们谢谢，我们也跟他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谢谢。财团的岸徐说，马斯克是绝顶聪明的商人，季辛吉是精于计算的政客，本质不同。仔细想想，马斯克跟川普的安排非常有恐怖平衡的味道，好像有中国影响力，又好像没有。中国在算计马斯克，马斯克也在算计中国，双方在钢索上玩恐怖平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可能空手套白狼，也不太可能草船借箭，彼此拿着枪转俄罗斯轮盘，以物易物。宏达有什么看法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回到最终还是拼实力啦。现在其实很像这个1960、1970年代，因为那时候有越战。好，当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呢，其实科技进步的特别快，所以那时候有太空探索，然后后来又出来了 PC， 带动了几十年的科技我们现在就处在，我认为是处在这个时候新的阶段了哈，所以我觉得变化会非常快速就是没有人能够承受在科技竞争中落后。是，所以这个以后大家在观察这件事情的发展的时候，可能真的更要小心谨慎哈，因为变化真的太快。但会有机会出现，会有机会出现，是不是？那个时候 PC 出来，你看，从 PC 到手机到接下来 AI， 以后真是光速发展的年代。好可怕！我们要严肃面对这些事情。好，今天非常感谢宏达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财讯》第726期杂志，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